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里，对着窗外的星空突然发愣，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冒出那个所有人都想问，却又不敢深想的问题？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当心脏停止跳动，当身体慢慢变得冰冷，那个一直思考、一直感受、一直被我们称为我的意识究竟去了哪里？是像一盏被吹灭的灯，从此彻底消散，归于无尽的虚无，还是会离开这副沉重的躯壳，去往另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世界？是会在某条河边喝下一碗忘却前尘的汤，再转身投入下一场轮回，还是会站在一扇庄严的大门前，等待着最终的审判，去往永恒的光明，或是永恒的黑暗？这个问题从人类诞生自我意识的那一天起，就刻在了我们的基因里。它跨越了种族，跨越了文明，跨越了千年的时光，从远古的篝火旁一直问到了今天的写字楼里。没有任何人能拿出绝对的证据证明答案，也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让所有人信服。但恰恰是这份无解，让它成为了人类文明里最迷人也最厚重的终极命题。我们穷尽一生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敬畏。我们不妨先从最理性也最冰冷的现代科学说起。在今天的医学体系里，死亡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标准，脑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心脏停跳、呼吸停止都还只是临床死亡的阶段，在几分钟之内还有被抢救回来的可能。可一旦大脑皮层和脑干的神经细胞因为缺氧发生永久性坏死，脑电图变成一条再也不会起伏的直线，那就是生命真正的终点。站在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我们所有的思想、记忆、情绪、自我意识，本质上都只是大脑内数百亿神经元之间的电信号与化学物质传递的结果。你看到的颜色是神经对不同波长光波的解码，你感受到的快乐是多巴胺和内啡肽在神经突触间的流动，你珍藏的回忆是神经元之间特定连接的稳固形态。这就像一台电脑，所有的软件、数据、系统都依赖硬件而存在。当硬件彻底损坏，电源被拔掉，所有的程序都会瞬间停止运行，所有的数据都会随之消失。没有什么灵魂能脱离硬件单独存在，也没有什么意识能飘去另一个世界。很多人会拿濒死体验来反驳这个结论。那些从鬼门关被拉回来的人，总会描述出惊人相似的经历，感觉自己飘在空中，俯视着躺在病床上的身体，穿过一条黑暗的隧道，尽头是温暖的白光，见到早已离世的亲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喜悦。甚至有少数案例里，昏迷的病人能准确说出抢救室里的细节，说出那些他们躺着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东西。但神经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奇妙的体验依然有其生理基础。当心脏骤停、大脑缺氧时，大脑会启动最后的应急机制，大量释放多巴胺、内啡肽等神经递质，制造出强烈的愉悦感和平静感，以此缓解死亡带来的痛苦。视觉皮层因为供血不足，周边视野会先丧失功能，只剩下中心的管状视野，这就是隧道视觉的来源。而颞叶的异常放电会打乱记忆与感官的整合，让人产生灵魂出窍的离体感，还会把储存在大脑深处的记忆碎片拼凑在一起，形成见到故人的幻觉。换句话说，那些震撼人心的濒死体验，更像是大脑在崩溃前上演的最后一场盛大烟火。它很美，很温暖，却依然是肉体的产物，而非灵魂的证明。截至今天，没有任何一项严谨的科学实验能证实意识可以脱离大脑独立存在，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证明死后世界的存在。在科学的语境里，死亡就是终点，
就是彻底的终结，就是从有变回无，就像你出生之前的1万年一样，没有知觉，没有痛苦，也没有期待。这个答案足够客观，足够理性，却也足够让人失落。它打碎了所有关于来世的幻想，也让死亡显得格外冰冷而残酷。但人类从来不是只靠理性活着的生物，我们对逝者的思念，对永恒的渴望，对善恶有报的期待，都需要一个安放的地方。于是，在几千年的文明长河里，不同的智慧体系从不同的路径出发，给出了各自温柔而深刻的回答。而在所有关于死后世界的构想里，佛教的6道轮回大概是体系最庞大、逻辑最精密，也最广为人知的一种。很多人对轮回的理解就是灵魂搬家，这副身体坏了，灵魂就从里面钻出来，根据这辈子的善恶打分，选下一副身体住进去。好人去天上享福，坏人去地狱受苦，就像升学考试一样。但这其实是对佛教轮回最表层也最根本的误解。正统的佛学里，从来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佛教说诸法无我，世间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我轮回的不是灵魂，而是业，力是因果，是心念与行为的相续流转。这就像一根蜡烛燃到了尽头，火苗引燃了下一根蜡烛，火焰从一根传到另一根。你不能说这是同一团火，也不能说这是完全不同的火。没有一个固定的火焰本体在2根蜡烛之间搬家，有的只是能量的传递，因果的延续。我们这一生，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句说出的话，每一件做出的事，都会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善念善行是善的种子，恶念恶行是恶的种子，还有那些无所谓善恶的日常心念是无记的种子。这些种子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失，它们会被储存在阿赖耶识里，像一个深不见底的仓库，积累着我们累世以来所有的行为惯性。当这一期生命终结，肉体腐朽败坏，这些业力种子就会成为牵引生命走向下一站的根本动力。这个流转的过程被佛陀拆解成了12个环环相扣的环节，叫做12因缘。从最初的无明开始，因为看不清世界的真相，所以产生了种种执念与行为，也就是行。这些行为熏习了心识，也就是识，识入胎后，精神与物质结合，形成名色。随后发展出6种感官，是6入，感官接触外界产生触，由触生出苦乐的受，由受生出贪爱的爱，由爱生出执着的取，由取造下新的业形成有，有了业力就必然有下一次的生，有生就必然有老死，老死之后无明依然存在，于是新的循环再次开始。就在这样的循环里，众生根据自己业力的轻重，投生到6种不同的生命形态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6道轮回。6道分为3善道与3恶道，3恶道是地狱、恶鬼、畜生；3善道是阿修罗、人天。地狱道是最痛苦的一道，造下极重恶业的众生会堕入这里，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这里的痛苦不是几天几年，而是动辄以劫计算的时光，直到恶业消磨殆尽，才能从中脱离恶鬼道的众生，常年受着饥渴的煎熬，肚大如骨，喉细如针，就算见到食物到了嘴边也会变成火炭。这是贪婪与吝啬的业力所感。招畜生道的众生愚痴无明，弱肉强食，被本能驱使，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大多在恐惧与饥饿中度过一生，往上走。3善道里，阿修罗倒想着和天人差不多的福报，却天生嗔恨心重，嫉妒心强，终日争斗不休，伏冲带祸，所以也叫飞天。人道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道，苦乐参半，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顺遂也有坎坷。在佛教看来，人道是最珍贵的，
因为只有人的生命痛苦不多不少，既不会像地狱一样被痛苦淹没，无法思考，也不会像天道一样被享乐麻醉，忘记修行。人有清醒的意识，有选择的自由，有听闻正法的机会，这就是暇满人身的难得。而六道最顶端的是天道，很多人以为天道就是佛教的天堂，进去了就永远快乐。其实不是天道，依然在轮回之内，依然有生死，只是福报极大，寿命极长，快乐极多，痛苦极少。天道又分为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越往上欲望越淡薄，寿命越漫长，生命形态越精微。我们常说的六欲天，就是欲界里的6层天，从下到上分别是四天王天、倒立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6层天的众生依然还有饮食、睡眠、情爱等欲望，只是比人类要淡薄得多。四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山腰，由4大天王统领，这里的一天相当于人间50年。天人寿命500岁，短力天在须弥山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3天，地势天是这里的天主，这里一天等于人间100年，寿命1000岁。再往上的夜摩天，一天等于人间200年，寿命2000岁。这里的天人时时都处在快乐之中。而就在夜摩天之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兜率天。兜率天是欲界6天的第4层，兜率2个字翻译过来就是知足的意思。古德说，6欲天里下面3层欲望偏重，上面2层放逸心多，只有兜率天欲望清淡，又不过于放逸，不沉不浮，刚好处，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所以叫知足天。这里的一天相当于人间400年，兜率天人的寿命是4000岁，换算成人间的时间就是5亿7600万年。这里的天人身有光明，不需要日月照明，宫殿由7宝构成，衣食自然而至，各种妙乐随心显现，是福报极大的去处。但兜率天最特殊的地方，不在于它的福报有多好，而在于它有内外2院之分。外院就是普通天人居住的地方，这里和其他几层欲界天没有本质区别。众生因为修持善业的福报，往生到这里享受天福，但福报总有享尽的一天。等天福耗尽，他们依然要随着业力继续轮回，可能堕入人道，也可能堕入恶道。从本质上说，兜率外院依然是6道轮回里的一站，属于天道的一部分，没有脱离生死，而内院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兜率内院是弥勒菩萨的道场，是一生补处菩萨居住的净土。什么叫一生补处？就是下一生就要成佛的菩萨，这是菩萨修行的最高阶位，再过一世就会圆满佛果。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前也曾在兜率内院居住，然后降诞人间成道说法。而现在的兜率内院安住着弥勒菩萨，他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授记的未来。佛将在遥远的未来下升到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普度众生。所以兜率内院和外院完全不同，外院是凡夫的福报之地，内院是菩萨的修行净土。往生到兜率内院的众生，能亲自听闻弥勒菩萨讲经说法，修行菩萨道，而且永远不会退转。他们不用再担心福报耗尽，堕入恶道，会一直跟着弥勒菩萨修行，直到将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下生人间，在龙华三会中亲闻佛法，证得圣果。说到这里，兜率天和6道轮回的真实关系其实就已经很清楚了。它从来不是6道之外的第7道，也不是超脱轮回的涅槃境界，它的整体依然属于6道中的天道，依然在欲界之内，依然在轮回的大框架里，但它的内院却是轮回之中的一块净土，是浊世里的一方清净岛屿。它没有跳出3界，却能让往生到这里的人安住修行，不再退堕，直到最终解脱。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六道轮回就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众生在海里浮沉，时而被浪头卷上高空，时而被漩涡拽入海底。其他的天界就像海面上的浮木，你能趴在上面休息一段时间，享受片刻安稳，但木头总有一天会被海浪打翻，你还是要掉回水里。而兜率内院就像大海里的一艘船，你上了船就不用再怕风浪，船上有老师教你怎么造船，怎么航行，等到时机成熟，你就能驾着船彻底驶出这片生死之海。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有那么多修行人发愿往生兜率内院。和西方极乐世界相比，兜率天有它独特的优势，它就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欲界里，和娑婆众生的缘分很深，修行的门槛相对更低。就像玄奘大师说的，西方道俗并作弥勒业，唯同欲界，其行一成。极乐世界在10万亿佛土之外，要靠佛力加持才能往生，而兜率天就在我们同一个世界体系里，只要持守5戒10善，称念弥勒菩萨名号，发愿往生，就有机会得生彼处。而且兜率净土的特质是回真向俗，往生到这里的人不是为了自己躲起来享福，而是跟着弥勒菩萨学习，将来还要回到这个世界，和弥勒佛一起度化众生。它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积极的蓄力。这也是很多大乘行者更倾心兜率天的原因。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的解脱，而是众生的共度。当然，说到底，兜率天在殊胜也依然是方便法门，它给了众生一个安稳的修行去处，却不是最终的归宿。佛教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升天，而是断尽烦恼，超脱轮回，证得涅槃的究竟解脱。天道再快乐，寿命再长，也有终结的一天。只有跳出六道，不再受生老病死的束缚，才是真正的自在。转过来看道家的智慧，他对生死的回答又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道家不讲轮回，不讲来世，也不构造一个层级分明的死后世界。他站在更宏大的天地视角，把生死看作是自然运行的一部分，就像昼夜交替，四季轮回。再平常不过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在道家看来，生命的本质就是气，天地之间充满了无形的气，气凝聚起来，有了形体，有了精神，就有了生命。气消散开，形体败坏，精神散去，就是死亡。生死不过是气的不同形态而已，就像水凝结成冰冰又融化，为水本质上都是同一个东西，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庄子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一开始也难过，但很快就盘腿坐着，敲着瓦盆唱起歌来。朋友惠施看不下去，说你妻子跟了你一辈子，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她走了，你不哭也就算了，居然还唱歌，太过分了。庄子却说不是这样的，她本来就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连形体都没有，不仅没有形体，连气都没有，在恍恍惚惚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命，现在又变回到死亡。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现在安安稳稳地睡在天地这个大房子里，我却在这里呜呜地哭。我觉得这是不懂天命的表现，所以就不哭了。这就是道家的齐生死。站在道的高度看，生与死根本没有绝对的界限，它们都是天地造化的一部分。生不值得欣喜若狂，死也不值得悲痛欲绝。我们从虚无中来，最终回到虚无中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就像游子归家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道家也讲魂魄，说人有三魂七魄，魂是阳气主精神，魄是阴质主形体。人死之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地，各归其源，重新融入天地自然之中。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在轮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灵魂去天堂地狱。
你本来就是天地的一部分，来自天地，最终回归天地，和整个宇宙融为一体。所以道家对死亡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贪生，不畏死。生来了就好好活着，死来了就坦然接受，不追求。长生不死，也不期盼来世福报，而是在活着的时候顺应自然，修养心性，让自己的精神与道相合，达到逍遥自在的境界。等到大限来临，就安然离去，把身体还给大地，把精神还给太虚。这种智慧没有给死后世界描绘任何华丽的图景，却给了人直面死亡的平静与勇气。他告诉我们，你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生命，你只是天地间一段暂时的凝聚，你也永远不会彻底消失，你只是回到了你来的地方。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方的一神教文明给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灵魂是不朽的，肉体是暂时的，灵魂才是永恒的。人生来就带着原罪，这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留下的印记。所以人的一生都是一场赎罪与考验的旅程。你选择信仰上帝，遵从他的教诲，行善去恶，就能得到救赎。你选择背离上帝，沉溺于罪恶，就会受到惩罚。当世界终结的时候，会有末日审判，所有死去的人都会复活，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最终的裁决。义人会进入天堂，与上帝同在，享受永恒的幸福与光明；恶人会被打入地狱，承受永恒的痛苦与黑暗。这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一边是永生，一边是永死；一边是善，一边是恶。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轮回转世，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也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此生的选择决定了永恒的归宿。这种生死观给了人明确的道德准则和终极的希望，它让苦难的此生有了意义，因为一切的痛苦都是暂时的，永恒的幸福在彼岸等待着义人。它也让恶行有了终极的约束。哪怕你在人世间逃脱了惩罚，在末日审判面前，也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智慧，画出了不同的死后世界。他们有的理性冰冷，有的温柔慈悲，有的超然洒脱，有的庄严神圣。没有谁能证明自己是绝对的真理，也没有谁能彻底否定对方。他们更像是不同的路，通向同一个目的地，缓解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安放人类对永恒的渴望。但就在所有人都在努力描绘死后世界的时候，有一派思想却轻轻一转，把所有的目光从死后拉回了生前，从彼岸拉回了此岸，那就是儒家。子路曾经问孔子怎么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亡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短短的10个字成了儒家生死观的总纲。孔子没有说鬼神不存在，也没有说死后什么都没有，他只是把问题轻轻推开了。你连身边的人都还没有侍奉好，谈什么侍奉鬼神？你连活着的道理都还没有弄明白，谈什么死亡的奥秘？这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分清了主次。在儒家看来，死后的世界太过玄远，不是我们应该花费毕生精力去探究的东西。我们能把握的只有活着的这几十年，我们能做好的只有此生的责任与价值。与其去猜死后去哪里，不如想想活着该怎么活。儒家承认死亡是自然的必然，每个人都会死，这是天命，无法抗拒。但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一个人的价值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失。真正的不朽不是灵魂永生，而是你在活着的时候留下了什么。所以有3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最高级的不朽是树立高尚的品德，被后世永远敬仰；其次是建立伟大的功业，造福一方，则被后世；再其次是留下真知灼见的言论，启发后人。这三样东西不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会一直留在世间，一代代传下去，这才是真正的永生。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早上明白了人生的真理，就算晚上死去也没有遗憾了。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很宝贵，但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道义。为了道义而死，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在儒家的眼里，生命的意义从来不在死后的世界里，而在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尽义，对工作尽责，对社会尽心，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该爱的人爱够，把自己的品德修养好，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有价值、有尊严。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交代，也是对死亡最好的准备。讲到这里，我们已经从科学走到了宗教，从东方走到了西方，从佛家的轮回走到了道家的自然，从天堂地狱走到了三不朽。你会发现，关于死后去哪里这个问题，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依然没有标准答案。科学说没有来世，死亡就是终结；佛家说有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修行可以解脱；道家说生死是自然，回归天地就是归宿；基督教说灵魂不朽，信者得永生；儒家说别想死后，先活好此生。哪一个是对的？可能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信念问题。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你的答案。但其实当我们聊了这么多不同的生死智慧之后，你会慢慢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共性。无论哪一种智慧最终的落脚点，其实都是如何活好这一生。科学告诉你没有来世，是想让你珍惜仅此一次的生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下辈子，就在这辈子去做你想做的事，去爱你想爱的人，去不留遗憾地活一次。佛家讲因果轮回，讲善恶有报，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为了让你在活着的时候管好自己的身口意，多行善，少作恶，修好自己的心。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都在塑造你的未来，不仅是来世，更是今生。道家讲顺应自然，讲其生死，是为了让你放下对死亡的恐惧，也放下对长生的执念，好好享受当下的时光，顺其自然地活着，不焦虑，不纠结，坦坦荡荡，自自在。在基督教讲天堂地狱，讲末日审判，是为了让你在此生坚守信仰，坚守善良，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做一个正直、有爱、有敬畏的人。儒家就更直接了，直接告诉你，所有的答案都在今生，把人做好，把事做好，把此生过圆满，就是对死亡最好的回答。你看，绕了一大圈，所有的智慧最终都回到了同一个地方：活在当下，善待此生。兜率天很殊胜，天堂很美好，但它们都不是你逃避此生的借口。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为了死后去一个好地方，而是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活成一道光。你心怀慈悲，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下就是净土。你知足常乐，不被欲望牵着走，当下就是兜率天。你问心无愧，行得正，坐得端，当下就是天堂。你顺应本心，逍遥自在，当下就是道。很多人总觉得死亡是很远的事情，是几十年后才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其实死亡从来都不是只在终点等着我们的东西，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是向死亡靠近的一步。正因为生命有终点，所以每一个当下才无比珍贵。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你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父母，可能一转眼他们就老了；你以为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和朋友相聚，可能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还有很多日子可以去追逐梦想，可能一不小心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总在等，等有钱了，等有空了，等退休了，等孩子长大了。我们总把最好的东西留到以后，把想做的事情推到将来。可我们忘了，人生没有那么多，以后很多事情现在不做，可能就永远不会做了。很多人现在不珍惜，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去追问死后去哪里，不如把这份精力拿回来，好好经营现在的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好好去爱，好好去感受，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要把坏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好好做事，好好成长，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让自己的人生活出价值，而不是浑浑噩噩混日子。好好修行，好好修心，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放下不必要的执念，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柔软。当你把每一个当下都活好了，当你把这一生都过得充实而无憾，死亡就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就像劳累了一天之后安然地睡去，就像走了很远的路之后终于回到了家。至于死后到底去哪里，其实没那么重要。如果真的有轮回，那你此生种下的善因会成为你来世最好的资粮；如果真的有天堂，那你此生的善良与正直就是通往天堂最好的通行证。如果真的只是归于虚无，那你此生留下的爱与温暖就是你存在过最好的证明。人这一辈子终究是赤条条来，赤条条走，你带不走一分钱，带不走一套房，带不走任何身外之物。你唯一能带走的是你这一生的经历与感受，是你种下的善与爱，是你修炼出来的那颗心。所以别再害怕死亡了。真正值得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活过。愿我们都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得尽兴，活得坦荡，活得无憾，活好每一个当下，就是对生命最好的答案。